小伙伴们，大家好！夏天将至，最近心情美美的。周五到了，很开心又和你们聊天。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个人感觉非常的重要，特别对有小孩或者准备要小孩的家庭更加重要。今天所提及的东西安排好了，不但有利于整个投资规划，还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安稳舒心。那么，今天的主题是投资理财这几件事千万要安排好。这期所讲的知识点非常多，大家耐心听到最后，绝对受益。订阅我们频道的小伙伴应该发觉了，前面我们分享的视频主要是房地产投资，特别是如何达到多套房投资的各种实战经验分享。可见房地产在整个投资理财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一个好的投资理财规划肯定不单单只包含房地产，就如您一身装扮，如果仅仅衣服好看，首饰、鞋子、妆容等没有配好，看起来还是很不协调，还是不能称之为完美。下面我们会分点给大家分享别的要安排好的事儿，这样整个理财规划才会更完整、更完美。首先第一点，您是否合理安排了自己的保险？千万别小看这一点，房地产和保险一般都是相辅相成，有些情况下必须要买保险，以避开长远的风险。下面我给大家实例，以便更好的去理解。A 先生和 B 小姐人在中年，婚后育有几个小孩。经过早年的打拼，他们联名买了有9套房子。讲到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联名买房要非常谨慎。看我前面的一期视频，很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什么情况下才应该联名买房。接着说我们的例子，在买房的时候，银行就建议他们买 mortgage insurance， 以便万一将来有什么变故，比如其中的一方去世，保险会把剩下的贷款覆盖掉，避免造成其中一方无法单独还款的状况。这里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买银行的保险，因为银行的保险保费非常高，保护的是银行的利益，而非您和家人的利益。以前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傻傻的买了很久的银行的保险，所以这里分享出来提醒大家。但借助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买保险的重要性，特别如果名下有房产，还是有多套房的情况下，更应该买保险来覆盖这些债务风险。比如 A 小姐和 B 先生因为拥有这么多套房产，就更应该买保险以防突发情况。那么不买银行的保险，应该买什么保险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人寿保险。人寿保险主要有 Term Life Insurance 定期人寿保险和 Whole Life Insurance， 也就是分红型的人寿保险。保险因为产品众多，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经济情况的人选择的保险也千差万别。这里我们主要针对 A 先生和 B 小姐的情况来做选择。因为他们仍处在中年，又因为他们名下有这么多套房子，只有未成年的小孩要依靠他们生活，最差的状况下，他们都应该买 Term Life Insurance， 也就是定期人寿保险。这类保险每个月您要支付一定金额的保险金，根据您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及所保的金额保费有所不同，一般有10年、20年等，取决于自己的家庭状况来选。比如您的小孩如果当下是5岁，一般应该选保20年，因为20年后您的小孩就是25岁了，已经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到时您有无保险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定期人寿保险期间发生的任何身故，都会根据您买的保额给您理赔。与银行保险不同的是，这些钱会直接归您指定的受益人来支配，保护的是您及家人的利益，更加灵活。相对于分红型人寿保险 Term Life Insurance 保费低，杠杆作用更明显，缺点是 Term 结束后您是没有任何分红和收益。
分红型人寿保险保费会高很多，但是也会给您带来收益和为后代留下一笔财产。如果您有多余的资金，可以考虑分红型人寿保险。但大部分家庭，特别是年轻家庭，是无法支付这么大一笔保费的。即使有这笔钱，也许用于投资房地产和别的投资更划算。这真的是个人案例，个人分析。但如前面所讲，最差的状况下，至少应该买定期人寿保险，特别是有孩子的年轻家庭，比如 A 先生、B 小姐。如果没有买任何保险，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B 小姐不但无力偿还贷款，防止被迫拍卖，也许还无法负担单独养育孩子的费用。除了失去 A 先生的痛苦，还要承受这么多经济压力，不买保险实在是不是明智的选择。大部分30多岁的人，人寿保险仅仅80到100多而已，给家人买个保障非常的重要。好了，讲完第一点，我们来聊第二点，也就是您立了遗嘱吗？很多国内的小伙伴听这2个字闻声色变，总觉得不吉利，在诅咒自己。放在加拿大，立遗嘱也叫做 will， 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列明身故后的财产安排等，是一项很重要的人生安排，而不是一个迷信的看法。很多人一旦有了孩子或者有了资产，就会尽快列好遗嘱。这里我们接着用 A 先生及 B 小姐来做例子，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提前列好遗嘱这么重要。首先，如果没有提前列好遗嘱， A 先生或者 B 小姐其中一方去世，另外一方要顺利接管2个人名下的财产，变得非常的复杂。相对于有遗嘱，一切按遗嘱去执行的快捷方便，没有遗嘱，这些财产要进入政府的接管，按照该地遗嘱的程序来安排，不但耗时又耗钱，还没有顾及到当事人的遗愿。更糟的是，如果夫妻双方都过世的情况下，除了面对资产处理这一个难题，另外更糟的一个事情就是孩子的监护人没有指定。这个时候由政府来接管，肯定不如自己选定的信任的人来得放心。想象一下，您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打拼下来的资产，就因为这些小事儿没有安排好，耗时耗钱，还让在生的人痛苦，真的明智吗？所以提前列好遗嘱真的太重要了。因为篇幅有限，列遗嘱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比如找谁列、多少钱等，无法在这里详聊。将来我们会开一期分档来细聊保险、遗嘱等。小伙伴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免错过重要内容分享。第3点，生活在加拿大的小伙伴，您有充分了解政府赋予您的各种投资省税工具及很好的应用起来了吗？比如 RESP， 给孩子们将来教育深造要提前做好的规划，您做好了吗？比如什么时候应该买，买多少钱，买多久，政府针对这项计划给您什么优惠，您都了解了吗？又比如 TSFA 和 RRSP， 这些政府赋予您帮您延税、省税，为您将来退休保驾护航的工具，您都熟悉吗？比如什么时候该买 RRSP， 什么时候该买 TSFA， 两者有什么不同，怎么购买，计划能达到最优。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财工具都应该很好的了解，并提前规划运用起来。这期因为篇幅有限，就不展开来聊了。如上面所说，我们以后会分开不同期来详聊这些不同的工具，肯定会帮您投资路上少走弯路。学会投资理财真的太重要了，会挣钱却不会理财，不会守住财富是不够的。学会投资理财，不但能守住您辛苦发家下来的财富，还会让财富翻几番。
投资房地产是主菜，别的投资工具也要学会应用起来，才会事半功倍。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看到这里，请可爱的小伙伴们动动小手，给我们点个赞。制作视频不易，您的鼓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对我们意义非凡。好了，下周五我们不见不散咯，拜。